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天我们来说说我架子上这些花儿。我是在10月11号那天举着手机边拍边说，他后来没有及时发出去，所以又补拍了一点镜头，混在一起了。之所以补拍一些镜头，是因为11号那天没有开好的花，过了几天它不就开了吗？好，那闲话不多说，这就开始看。咱们从这头开始看吧。先看顶上，这颗叶子特别好，这是14号，12、13、14是19年一起买的3个苗。哎，这是那3个苗之一。看到有一个黄了的吗？是之前的老花梗，续过好几次花了，但是今年黄了。不过它又出了新的花芽，除了这一个高的，下面还有小的，有新出的。把它转过来看看。啊，这下面还有一个新出的花芽，就早一点出来的那个，应该快开花了。看这花苞，有点大了。这棵旁边，看这个叶子吗？哎，这是在花市买的组盆的2颗，我只留了1颗，开花了。但是看它这叶尖儿干掉了，也许是前段时间刮热风给吹到了吧。当然这个是我猜的原因，具体它咋回事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同样在这个环境里，别的就没事啊。这后面这个红的呢，正开着花的这2只是续花，可以看出来，因为那花梗上有之前花落掉的痕迹。这2个花都是续花，不过它也有新花芽。我转过去看看，看这儿能看到那个新花芽已经有花苞分化了，还没开，估计还要再过些天吧。这颗红色的应该也出过好几次镜，因为就只有这颗是这种非常红的红色。再看它旁边这颗，这是那颗小万花筒嘛？不是曾经单独给它发过一个视频，说它特别牛，因为它又复花又长苗。我把前面的障碍拿走，我们看看它。啊，对，我要拿它了，还忘了说，它是出了2个花芽，还有侧花枝。这是有黄边的这个，我先把它搬走。我们来看这颗小万花筒有多牛。这些花是再一次续花，之前花谢之后已经续过花了，有开着的，这边还有，这花苞没开的，然后还有新出的。老花梗上休眠芽是被我抹了催芽剂，最下面这儿长了一个高芽，这是个苗。然后这些也是发育了一点儿，发育不起来，估计是营养不够。这个我差点以为是个苗呢，前头看这样又是个花儿，后面那个就不知道，也许也是花儿吧。这就是这颗小万花筒，超爱开花。从我买回来的时候它是带着花，从那会儿这花就没断呀。是什么时间？我买的时候应该是发了视频的，可以去看看那大概其实什么时间。我们继续再看这边，这些就是一些小花，名字我也不知道。看这个花和这个小不点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小不点是高芽，或者是什么玉的苗，总之就是同一个品种，应该等会儿还能看到一样的。这棵花昨天也看到了，花开了巨多，就是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这个也是花特别多，侧花枝也特别多。
这棵花量还是挺大的，也容易出双梗。今天这会儿这棵就是2个梗，但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。这边这棵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花苞，看嘛，这个花苞有时候容易黄，再就是有些花可能会畸形，估计花开的太多了，它都照顾不过来了吧，特别愿意分枝。主花枝上长侧花枝，侧花枝上可能还在长侧花枝。哎，这是挂在这儿的。这个我好像也有拍过视频吧，他刚买回来的时候，这个花好像是可以变色的，刚开的时候是这样，过一段时间会变颜色。目前这4朵都是一个色的，好吧。看这儿还有一颗，花苞不多，结果还黄掉一个。我们今天来看看架子上这些花呢，除了看花以外，我也是想说，有些花我养的也不好。虽然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，但并不一定都能做得到。就好像养生嘛，都知道怎么做健康或者怎么做影响健康，但实际在生活当中也很难做到，就完全按照健康的那个方式去生活。哎，人嘛，就是有时候意志力也没有那么强。看后面这个就长得不好，花倒是开了不少，但是已经落了，差不多。我这儿最大的问题吧，就是贪多，花养的太多了，多了以后就照顾不过来，哎，就容易出现问题。这棵是有香味的，我们再继续往内格移动。这还有一些没开的，这个应该是之前收的打折花。然后再看过来，这个忘了，这个记得之前买的，就是看上这个花色了嘛，巴宁斯买的，之前的视频里有出现过。后面这个刚刚打开一点的，是在展会上买的，印象中这个应该是叫甜意吧，它的味道特别好闻，而且是24小时都香的，白天晚上都香。这棵我发现它需要比较多的光，如果放在室内一般的光线下，它长不好，就花开的也不好，需要比较多的光。这还有个大白花，这不是上期看的那个，是另外一个。这儿还有一颗长得不好的，坏掉了，重新出的侧芽。上面一排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排。这棵好像是在巴尼斯买的小苗吧，应该已经是第2次开花了。我记得有发过它的视频。这就是我那个象耳蝴蝶兰苗，现在还是苗着，长得挺慢的。后面这个有好多老花梗的那个还没开花，已经开始萌动了，可能过段时间会续花吧。这些应该是从组盆里拆出来的，不是有一朋友给我抱过来2盆，应该是从那儿拆出来的。这个是跟我那个小万花筒一起买的，差不多时间买的，或者说不是一起买的，它不是一个地方买的。这个今年长得就不算太好，它这个花梗特别短，我买的时候比这长，说明我没有养太好。这个有香味儿，后面是它名签儿。这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花，今年没长好，好像植株出问题了。看，只剩2片叶子，它还能开这么几朵花。我准备过2天就把这枝花给剪了，让它长长叶，不然太弱了。这个叶子冲后的这个有一朵花在这儿，这个是编号12，
19年买的苗，它在不停的续花，一个冬天的花没断。我当时把它这枝花上面剪断了，它就又在下面续了这个侧花枝。这其实不是我希望的，再过一阵儿吧，过春天快过完，春末夏初的时候，我会再把它花剪掉，让它长长根叶。对，这边还没看到这个小花，之前看到过吧？这也是自己育的苗的花，还没送出去啊。这棵和后面这个有2枝花的，同一个品种。我估计小的这个是苗，大的那个或许就是母株吧。再来看这个，这是19年3个蓝苗的之一，13号，超级爱开花。看这些花，数数有多少条花梗。当然，它这所有的花梗不是同一年长出来的，是一直攒着。这花梗永远不干枯，年年都续花。不过它也是会长新的，所以这不就积攒这么多吗？但是吧，它有个问题，不太爱长叶子，叶子特别少，结果还有一片出了状况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好像今年又长新的了。看这个，这后面还有一个短短的，不知道它要长够多少才算完事儿。它的这些花梗本来都是垂着的，软软的耷拉在下面，后来我看太长了，就试着给它加了个支撑杆，还真都立起来了。但是它的花依然是耷拉着的，就往下开。可能因为它更接近于原生品种，原生环境下它不是抱在树干上吗？花就是往下垂着的，所以它就喜欢这么长。这个小花我忘了是怎么回事了，也没有签儿，也许是收的打折花，反正没有印象了。这还有一个，这个长得不好，哟，好像还招虫了。我先放下，给它除个虫。我这喷的是酒精。我们再看到这边，这棵小的好像是在蓝展上买的苗吧？这个好像有名签，我看一眼。对，去年买的，应该是在蓝展上买的。旁边这个小粉花，哎，这好像是粉红女孩呀。我不是买那棵死掉了吗？哎，挺好挺好。今天不拍的话，我还没仔细看，没发现它是粉红女孩呢。那也太惊喜了，它居然是粉红女孩，我以为我没有了呢。再仔细看一下，这后面有个签儿。哎，这个写法就表明这是一个苗，这是充分说明了学会自己在家育苗的重要性啊。可能当初我那棵粉红女孩在被我养死之前育下了这个苗，后面这个2只都开了，确实有香味儿，现在香味儿出来了，而且还是那种甜甜的香味儿。它的香味儿完全不像是兰花的香味儿，真的是一种甜甜的花香，挺好的，挺好闻的。它是那个丘比特，这个应该也是自己育的苗，因为不止一棵。后面这个长得也不好，好像又遭了虫害，是又遭了啥害的？是从老花梗上续了花，也长了新的花枝，但确实长得不好。看这个黄的，看有2朵花打开了，自己消了。我只能乱猜，比方说风吹着了，或者是后面那个补光灯的光太强了，它离太近了，给晒掉了，也是有可能。
但确实就有一些会消嘛。好了，我们再移动到这边。这个花之前只开了1朵的时候我们看过，花漂亮，叶子更漂亮，所以你已经知道它是谁了吧？它是西雷利，而且我还发现它的花可以长大，比刚开的时候花大，好像还大了不少。这可能也是收的打折花。这个我记得是在弗拉明特买的吧，当时看着这个颜色，但这个花量不大，在我这儿很难养到花量比较大。这个白花虽然普通，容易花量大，就这些品种容易大，它有3个根儿。这是不是我去兰花协会得的那个呀？好像是。主要的花都看完了，开着的。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排，下面这排花很少，我就说开着花的很少。这棵没开花，哦，这棵是1月份1月10号被我剪断的，这是上半截儿，下半截儿出了芽儿，啊，是啥来着？我也忘了。这有个老花梗没动，又长了个新的。这个花儿长乱了，这儿开了1枝花，这儿有一个花芽儿小小的，这样还有一个在这儿，长得乱七八糟的。回头我想想怎么给它弄一下。在这个头上还有一点点有花的，这个有麻麻点儿的花是收的打折花，之前有拍过视频。就是收回来的时候叶子特别皱，严重缺水啊，被我救过来的。这棵好像花了5块钱买的吧。这个也是收的打折花，不过已经不是第1次开花了。这有一个在展会上买的苗，最近刚出花芽的2个，看一下它的茎儿，是去年6月份买的。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开着花的蝴蝶兰了。可以看到有一些呢长得很好，很壮，花也多啊，还不生病。但有一些呢病病歪歪的，长得又不好，花开的也不多，花还容易出问题。虽然大体上我是知道怎么养护它们的，但是确实有一些是没有做到的。那在我这个依然有疏失的情况下，有一部分开得特别好，那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上一期视频里说的，说明那些植株本身就特别壮，尤其是在家养环境下，这个环境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，它是可以长得很好的。也所以呢，我们在购买蝴蝶兰的时候，除了看花色喜不喜欢以外，也要考虑一下好不好养，尤其是家里环境不是特别好，或者说不是很会养的时候，先买那些好养的，就会让我们很有信心去养了。好，到这儿目前开着花的这些基本上就看完了。所有我养的这些蝴蝶兰在每年的春季开花是最集中的，这个时候有最多的花在开，但其他3个季节也都有开的花，所以有一些在春季呢就没有花。另外在前面看花的过程当中，我在下面有加一些字幕，主要是有一些花我能想到也能查到它在前面的哪期视频里出现过，那我就把那个视频的号打在字幕里了。如果想看那期视频，只要把那个视频的号和静姐说话输入进搜索框，就能找到那期视频。那谢谢收看，
咱们下期再见喽。